人贩子抓走姐姐的那一刻，我转身就跑，只因上一世，我眼见柳如烟被抓走，立刻开卡丁车朝老太婆撞过，老太婆被撞翻在地，柳如烟则趁机挣脱，迅速跑过来坐上卡丁车。然而柳如烟却因为害怕被追上，竟然将我踹下车。于是我被人贩子抓走，开启悲惨流落街头的一生。直到16年后，我被亲生父母找回，却不想被养子禽兽和柳如烟联合迫害，关在地下室被活活烧死。在睁眼，我回到遭遇人贩子的那天，弟弟救我，救命啊！这回面对他的呼救，我并未理会，转头就走。柳如烟，16年后再见。当得知柳如烟被人贩子抓走后，父母悲痛欲绝，在各大电视报纸上轮番发布寻人启事，但始终没有任何消息。和前世一样，他们决定收养一个男孩。就这样，父母带着我去了福利院，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合适人选。院长给我们推荐了一位，我们队有个男生非常乖巧听话，懂礼貌，人也很聪明，你们要不要看看？或许是长时间的奔波，父亲和母亲有些麻木，一脸疲惫，于是答应见一见那个男孩。小男孩出来时，我愣在原地，居然是禽兽。这不是前世抢我家要我命的玩意儿？对方见到我似乎也吓了一跳，原本乖巧的笑容瞬间变得满脸惊愕。林耀东怎么会在这？难道他也重生了？呵，真是便宜了他。片刻后，禽兽似乎反应了过来，赶紧切换乖巧的脸色。叔叔阿姨好。母亲点了点头，随后问了一些问题，禽兽都对答如流。一番对话之后，我看得出来母亲对他挺有好感，就连父亲脸上也露出满意的神情。但此刻掌握禽兽命运的那个人是我。前世我全家都被骗得团团转，这辈子，呵，轮到我来决定你的命运了。耀东，我们把这个哥哥带回家好不好？我不同意。话音刚落，禽兽脸色焦急错愕，如此干脆的态度让母亲眼前一亮。他们似乎还想劝我，但见我态度坚决，母亲只好放弃。刘院长，抱歉，这孩子我们不考虑了。没关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不行，妈妈，我是禽兽啊！爸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爸妈闻言吓了一跳，随即禽兽扑上来，紧紧抱住母亲，眼泪哗哗直流，生怕她下一刻就会离开妈妈。我在这里等你和爸爸好久了，快带我回家，我一天也不想在这待下去了。为什么姐姐没有过来？你这怎么乱认爸妈呢？你这孩子脑子是不是烧坏了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这不是第一次。然而在场的人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母亲和父亲此刻已经完全变了脸色。小朋友吃错药了吗？我们快走吧，这货是个神经病。正走到门口，我看到福利院角落一个女孩被3个男孩欺负。当我看清女孩模样时，眼睛瞬间湿润。沈清兰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前世我错过了你，这一世不能再错了。我上前打跑了那3个男孩。爸妈见我这么关注这小女孩，感到疑惑。这孩子是谁？我要带她回家。听到我要带沈清兰回家，父母疑惑表示不理解，但我一脸坚定执意要带走。最后父母还是妥协了。行吧行吧，随你。就这样，8岁的沈清兰被我们带回了家。她瘦得像纸片人，走进我家时，吓得像误闯皇宫的麻雀。你们为什么收养我？因为这一世也该我们过好日子了。这辈子你做我妹妹，谁欺负你，我干谁。虽然父母一开始反对将沈清兰接回来，但很快真香定律就上演了。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她有多聪明，更没有父母不喜欢聪明的小孩。钢琴课3节，她能被谱完整弹奏，为期2月，老师甘拜下风。期末考试全级第一，教导主任都要来认干女儿。这孩子是哪个星球来的？孩子他爸，咱是不是捡到宝了？看着他们看着各种奖项喜笑颜开的样子，我知道沈清兰已经赢下了她的地位。从那之后，爸妈对沈清兰更加重视，我和沈清兰也变得如同上辈子那般熟悉。这幸福的气氛好想永远下去，但好景不长。这一切直到柳如烟被帽子叔叔找回。时隔16年，我再次见到了柳如烟，她浑身颤抖，一身风尘仆仆，在门口泪眼婆娑地望着父亲和母亲。爸妈，真的是你们吗？姐，是他们真的是爸妈。16年后，那个踹我下车的姐姐终于荣耀归来。爸妈起身冲向门口拉着她，母亲掩面痛哭，就连一向坚强的父亲在这一刻都忍不住落泪。小叶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是爸爸没用。一时间，客厅里哀嚎一片。我站在一旁，本想也来一波泪洒当场，结果酝酿半天还是干眼症。嚎啕声结束后，柳如烟终于注意到了我，她一愣，似乎想到什么。你是耀东？我礼貌朝她淡笑点头。欢迎回家，我的好姐姐。对了，爸妈，我带了个人回来，向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认的弟弟。叔叔阿姨还记得我吗？果然来了，上辈子你们富贵双人组，这辈子难姐难弟，真是狼狈为奸的好搭子。柳如烟回家第一天就把全家气氛拿捏得死死，母亲拉着询问她这些年生活过得怎么样，听了个大概。柳如烟10岁时养父去世，养母独自拉扯她长大，因家里条件太差，她只念到初2就去厂里打工了。听到女儿初中都没毕业，母亲的眼睛又红了。小叶，你才念到初2就不去打工了，我的天哪！爸以后补偿你，什么都听你的。补偿怎么补？把沈清兰赶走吗？爸妈，你们怎么都坐这儿？秦岚回来了，饿不饿？我去给你放热水，让嫂炖了汤。母亲一转身，和柳如烟拉开了距离，直接奔沈清兰去了。妈，你们刚刚还说补偿我，
秦岚她刚远出回来，先照顾她。小嫣，你别误会啊。妈，我吃过了，这2位是……母亲一脸紧张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下意识地朝父亲望过去。父亲嘴唇张了张，看看柳如烟，又看看禽兽。他们是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孩子。母亲听到这个回答后，脸上出现愧疚，但似乎又松了口气。秦岚听了父亲的话，主动朝沙发上的2人微笑点头。你们好，我是沈晴岚。你好，那你好2个字，咬牙切齿。我上楼洗澡了，一天练琴太累了。好，妈妈给你放水。不用，你跟爸爸和客人聊会儿。耀东，你帮我拿下行李。我随即也上了楼，看着本属于自己的黛玉被捷足先登，柳如烟气得嘴角抽搐。秦岚上楼后，客厅气氛显得十分紧张。父母转头看柳如烟，愧疚解释：秦岚她这周有个很重要的演出，所以我们还没告诉她你是亲生女儿。小嫣，别生气啊。等演完，妈一定跟她说实话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理解，反正我不是你们最爱的那个。听到柳如烟这么说，爸妈更愧疚了，一时语塞，只能陪笑。第2天早餐桌上，沈晴岚坐下就感觉柳如烟死盯她，禽兽沉默不语，整个气氛很紧张，让她感到莫名其妙。她主动打破沉寂：这牛角包还挺酥的。我在法国的时候也吃过，有一家店非常推荐，待会儿我找给你。好啊，下次我去演出一定要去试试。你们假扮什么呢？不好意思，我忘了你们没吃过牛角包，也没去过法国。一起吃饭说别人不了解的话题，很没礼貌吧？装什么装啊？他们怕是忘了上辈子仗着我没吃过草莓蛋糕，在餐桌上疯狂贬低我，这是了吧？这里是我家，我说什么是我决定。柳如烟今天态度不一样了，昨晚亲情感动还没过去，今天就开始立威了。你还有脸说？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你贪生怕死逃跑，我会落到这个田地吗？你知道这些年我过得有多惨？我在乡下喂猪的时候你在哪？我12辍学在街上捡垃圾的时候，你们全家又在哪？他说到最后，情绪激动，口水四溅。我嫌弃的用纸擦了擦溅在脸上的唾沫星子，是真没素质的人。你要吼，把口水挡住再吼。这个动作刺痛了柳如烟，她恶狠狠地恨不得立马将我们赶出去。吵闹声引起了爸妈注意，他们冲进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在吵什么？成何体统？没事，姐姐情绪有点激动，我们在聊天而已。母亲紧张看向柳如烟，你没说什么吧？妈，到底谁才是你亲生女儿？我连实话都不能说了吗？这下好戏要开场了。母亲语塞，父亲欲言又止，场面尴尬到极致。随后，母亲焦急地跟秦岚解释。秦岚，对不起啊，昨天妈不是故意不告诉你实话的，你别生妈妈气啊。在我心里，你早就是妈妈爱的亲生女儿。听完，柳如烟震惊地望着母亲，表情由失望慢慢转变为愤怒。我没事，妈，你先关心那个女儿吧，她看起来快气爆炸了。沈晴岚这一句刀得太狠，柳如烟更是恨得牙痒痒。我上去练琴了。秦岚借口离开，等她一走，柳如烟站起来，故作冷静地开口：爸妈，我就直说了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让她滚？爸妈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但都开始反感柳如烟，一来就鸡犬不宁。柳如烟继续刺耳说道：我问一句很合理的话，既然你们亲生女儿回来了，一些闲杂人等是不是该撵出去了？你是说让秦岚离开我们家？没错。晴岚她到底是哪里碍着你了？你刚回来就要赶她走？爸，我才是你们亲生的，我在外面受尽折磨，吃尽苦头，现在好不容易回来，还要被假千金分走父母的爱，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父亲蹙着眉头，脸色开始不悦，母亲也皱眉。你这些年外面受苦，爸妈当然心疼，但处境不是秦岚造成的，你怎么能把这些事怪到秦岚头上？她没做错什么。她当然没错，错的是我不该被拐，不该活下来。柳如烟失语片刻，看得出来她对母亲非常失望。父亲看向这亲生女儿，眼中虽有愧疚，语气也异常坚决。小燕，你妈妈说的对，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，爸妈会好好补偿你的，这些都不管晴岚的事，我们不会让晴岚离开这个家，更希望你们能和睦相处。听完，柳如烟彻底失去理智，开始暴露本性。补偿？老东西，你拿什么补偿？别忘了，这些本来就是我的，就连林氏集团都应该是我的，究竟要我说几遍我才是亲长女？客厅里回荡着柳如烟歇斯底里的大喊，一气之下，她掀翻了餐桌，众人震惊，竟有如此蛮横之人，还是这家的亲女儿。在父母面前，你敢掀桌子，你太没教养了。沈晴岚靠本事留下的，你想让父母放弃一个全国钢琴冠军，去捧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吗？你闭嘴，这还轮不到你说话。父母看着如此没有教养的亲生女，真是又愤怒又无奈。那天之后，父母与柳如烟明显生出间隙，双方都有意躲着对方，看上去都不打算妥协。一方执意要将沈晴岚赶出去，另一方是不可能同意的。在我看来，柳如烟未免太自信，亲生的又如何？沈晴岚为父母挣了多少荣耀，使父母受到多少尊敬，现在让他们放弃从小细心栽培的女人，怎么可能？又过2日，父亲主动在客厅找到柳如烟，提出想请几个家庭教师给她补习一段时间，然后送她出国留学。你这是要赶我走？哎，你怎么老是曲解我们的意思，对我们充满敌意呢？爸爸知道你以前没有读书的机会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应该要多学习，眼界和心境才会发生变化。我不需要去留学，也不需要改变什么眼界和心境，过2天我就跟你去公司，你只需要教我如何管理林氏集团就可以了。听完在座都惊了，半晌没出声。我在一旁好意提醒：姐，你醒醒，林氏集团是爸的，爸这2年身体不好，已经把决策权放给我了。你凭什么？我才是长女，最有资格负责集团的人。听完我也是被气笑了。那你上过大学吗？学过企业管理？你会做财报吗？你要林氏集团干嘛？盖猪圈吗？此时父亲彻底听不下去，生气对柳如烟说道：你一个初2就辍学的人，怎么管理公司？简直白日做梦嘛！想要进入林氏集团，你至少得像你弟弟一样，先从斯坦福商学院毕业。你有这个资质吗？等你考上斯坦福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旁边母亲也脸色冰冷，第一次真正发怒。如烟，你够了！你回来的第一件事不是感恩，是又感人又要家产。你再这样，那这个家不欢迎你。母亲说完撇过身子。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是你们把我弄丢了，现在嫌弃学历低，那个弹钢琴的是你从孤儿院领养的，
放着我这个亲生女儿不要，天天巴结那个弹钢琴的，我看你们两口子是老糊涂了。话音刚落，父亲直接一个巴掌狠狠地打在柳如烟脸上。好啊，你们竟然应该个养女打我，你们会后悔的。从柳如烟挨了一巴掌后，与父母的关系就降到冰点，再加上秦岚演出在即，父母也没心思理会这个亲生女儿，而柳如烟这边也准备从被抛弃的女儿变成要回本的赌。从被打脸开始，柳如烟的情绪就没缓过来，她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房门关得比心门还死。你说他们为什么要捧沈晴岚那个小贱人？因为他弹琴弹得好，成绩好，人也好，看着顺眼，听着也顺耳。我才是亲生的，就因为他顺眼，那我就让他变得不顺眼。他的表情像是在心里给沈晴岚判了死刑。此时禽兽凑近，眼神狡黠。你要搞他，我有办法。他下周不是要开独奏会吗？可以先让他身败名裂。你不是说你想娶她，怎么突然换脸？他从没把我当人看，现在还演什么追公主的剧情？我要的从来不是他，是这个家。这两个上辈子被宠爱的角色，这辈子像被扔进垃圾桶的饭盒，决定搞个大新闻。钢琴房外，柳如烟手拿一瓶饮料，禽兽出主意，柳如烟出面，准备递一瓶特别饮料，让鱼儿上钩。累了吧？喝点水，谢谢。这笑能给人中毒。柳如烟走后，沈晴岚没喝那瓶饮料，而是随手放一边。你以为你是猎人，其实早就掉入善良钓鱼佬的监控网。此时家庭客厅，父母准备录制访谈节目，穿戴整齐离家。小烟，爸妈今晚不在，照顾好晴岚。放心吧，妈，我会让她好好休息的。耀东不在家，你是姐姐，要稳住场面。你们把狐狸交给杨管，还祝他管理愉快，真会玩。当天晚上，沈晴岚刚练完琴，准备洗澡，禽兽忽然出现，拦住她。沈小姐，要不要来点独家爆料？我们知道你弹得好，也知道你太干净了，你想干什么？让你出点新闻热度，看你的星途之路还能走多久。柳如烟站在一旁，冷眼旁观。别太狠，只要他无法上台就行。记住，我要他从全网天才变成全网嘲讽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就在禽兽刚把晴岚放倒沙发之际，门铃疯狂响起，佣人打开门，是载着保镖突然回家。一看到这一幕，众人不敢置信。你们在搞什么？你们怎么？妈，你不是去录节目了吗？保镖控制住禽兽，沈晴岚冲到母亲身边，母亲怒气冲天，父亲面色如霜。你们两个疯了，为了争宠就要毁了他。你是我女儿，不是野兽，你在做什么？二人当场心虚，不敢说话。柳如烟跌坐在地，眼里终于浮现出慌乱。柳如烟看我在指挥着保镖，怒视着我。你布了局，你一直在防我。防你？从你第一天想让我退出这个家开始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善罢甘休。秦岚太天真，总想着和你们和解，可你们从未想过共存。父亲简直要气晕过去，怎么也没想到亲生女儿能联合人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从明天开始，禽兽必须搬出去。如烟，我们会送你去海外学习，顺便思过。不管你是不是亲生的，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。柳如烟还没疯到底，禽兽还没死心。你以为这场战斗结束了？不，这才刚刚开始。被禁足送出国的决定一出，柳如烟像被拔了牙的疯狗，沉默了整整一天。第二天，她主动找父亲谈话。爸，我不想出国，我要留在国内，跟你去公司学习管理。别再闹了，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和重建自我。你能给沈晴岚舞台，为什么不给我机会？我是你亲生女儿，我有资格继承林氏集团。我刚好经过门口看到这一幕。来了，血统派，可惜这年头是亲生的也要有真本事才行。听柳如烟说完，父亲冷下脸，语气罕见强硬。你对管理一窍不通，脾气冲动，判断力低，你不是不行，是完全不合格。好，你们嫌我没有文化，当年是你们把我弄丢的，现在倒成我有错了。这不是你伤害别人的借口。集团不是玩具，谁都不能拿它练手。爸说的没错，公司现在归我代管。姐，你想打工也行，从前台干起吧，顺便练练普通话。我以为他要疯，结果他只是冷笑。好，你们不让我进集团，那就别怪我让整个公司都停下来。柳如烟走出书房，禽兽在楼下等她，满脸不甘。他们就这样把我们扫地出门？放心，轮不到他们扫，我会自己开门炸掉整栋楼。禽兽凑近对柳如烟低声道：“你知道林氏集团还有个秘密资产项目吗？上辈子我曾经帮破姐操作过，那东西如果现在爆出来，够他们喝一壶的，绝对够他们破产。”原来狗急也真能跳出法律边缘。二人为了得到这家开始走火入魔了。饭后，沈晴岚在卧室休息，我敲门走进来。爸刚收到消息，柳如烟拒绝出国，还在打听集团某个秘密项目。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要是不怕，我就把事交给你处理一半。你想让我下场斗他？我是想让你当这个家的真女儿，不斗回来，这家迟早是他炸的。沈晴岚迟疑片刻，然后轻轻点头。她一直都相信这个当初硬要收养她的哥哥。我也不能总当弹琴的白莲。林氏集团会议室，董事们齐聚，坐在前面的父亲正主持会议。集团将开启2次改革，由林耀东正式主导，沈晴岚任文化投资顾问。说完，会议掌声响起，掌声刚落，突然门被推开，柳如烟走进会议室，眼神杀气腾腾。爸，我今天不闹，我来提案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有股份，从爷爷那继承的5%。他是真的做了功课，也是真准备合法篡位。会议室气氛骤变，董事面面相觑，父亲脸色阴沉。我要求立即开启董事会评估继承权流程。沈晴岚只是个养女，耀东也是次子，我作为亲生长女，有绝对权利提出质疑。你想走程序是吧？那我奉陪到底。不过姐，玩游戏前你最好先学会怎么玩牌。柳如烟这次算带点脑子了，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林氏客厅，柳如烟在直播镜头前哭诉，将自己扮成受害者。我是林家亲生女儿，却被赶出家门，一个养女凭什么踩在我头上？全网被他这场真千金哭诉大会点，记者的直播弹幕开始刷屏，替亲生女儿出头，养女棍出豪门。书房里，爸妈焦急看着新闻，晴岚沉默。这下外面都说咱们压亲生，怎么办？要么息事宁人，要么公开撕破脸。不用撕，法庭见。
法庭开庭当天，柳如烟带禽兽一起出庭，满脸得意。禽兽朝柳如烟小声说道：“放心，证据都准备好了，他们今天翻不了身。这次我要让全世界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林家女儿。”庭上，律师递交资料，柳如烟放出照片与聊天记录。被告方证据显示，沈晴岚存在学历造假、私生活问题。柳如烟看着这些资料，露出得意的笑。还要装吗？这就是你完美人设的真相。秦岚正要辩驳，手被我按住，她疑惑看着我。耀东，我来。全场注视下，我打开投影播放一段录音。照片不够了，再加点的，网友才会死。听完，全场哗然，柳如烟更是脸色骤变，连忙解释：“那不是我，那是假的。”姐，你演技还停在上辈子。这下网友弹幕开始反转，纷纷刷屏。挨骂吃吧吃造脸，幸亏弟弟有所准备。法庭裁定初步驳回柳如烟指控，并对其提出调查。伪证嫌疑重大，将继续取证。这是阴谋。看着他慌乱的样子，很是好笑。姐，别急，好戏才刚开始。柳如烟没想到，真正的对手不是沈晴岚，而是那个一直笑看风云、罗西到家的弟弟。法庭继续开庭，柳如烟坐在原告席，表情狰狞。别以为你有点录音就能翻天，真正的证据在我这。他猛地推上一叠文件，满是沈晴岚所谓的黑历史。他还没死心。被告对此有何回应？姐，这些东西你花了不少钱吧？可惜全是废纸。我打开投影，播放一段监控视频，画面显示柳如烟与禽兽在咖啡厅低声交谈。证据不够就伪造一份，反正网友不查。多弄点料，越恶心越好，让他名声彻底毁掉。法庭上炸开了锅，都交头接耳。柳如烟脸色煞白，慌忙起身。这是合成的，假的，他们陷害我。姐，你最该明白一句话：撒谎的人需要更多谎言来源。这一刀插在他心口，观众席低声议论，记者疯狂记录。法官落锤，宣布结果。初步认定柳如烟有伪证嫌疑，并勒令其公开道歉，赔偿名誉损失。不可能，我是林家长女，凭什么你们信他一个小崽子？因为我有证据，而你只有害人的黑心肝。庭审散场，记者蜂拥而至。林少爷，你怎么看今天的胜诉？家里有疯狗，当然要拴住。这一句话瞬间冲上热搜第一，网友弹幕狂刷。弟弟才是王炸。另一边，柳如烟被记者围堵，狼狈不堪。禽兽低声劝阻：“先避一避吧，别闹大了。”不，我要他们全家都不得好死。他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林家大厅内，家族临时会议，所有人齐聚。父亲面色深重。柳如烟的事已传遍外界，我们必须给个交代。柳如烟冷哼道：“好啊，那我就说清楚，沈晴岚她不是林家女儿，她是个外人，必须除名。”沈晴岚沉默，爸妈见她依旧死不悔改，还在继续发疯，心里已经完全没有当初的亲情。她是不是林家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没害过谁，而你亲生的却把家脚呈向疯人院。眼看全家把矛头都指向他，柳如烟气急败坏，指着沈晴岚怒吼：“你就是个下贱的外人，他不配继承林家，只有我才是正主。”正主，你怕是忘了，这公司写的是林氏，姓林的只有我才是继承人。听完，董事们交头接耳。我面向父亲：“爸，您一直等的是继承人，而不是要闹家产的女儿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来接手吧。”父亲听完陷入沉思。此刻柳如烟坐不住了，她猛然扑过来，想扇我耳光。她的手被我稳稳扣住，我冰冷开口：“姐，你一生都在争谁是女主，可惜这剧本从来是我的。”我第一次正面宣告，属于这个弟弟的舞台正式拉开。看我如此坚定，柳如烟跌坐在地，浑身颤抖，喃喃道：“不可能，你只是个小弟，你凭什么？凭我姓林，凭你输得一干二净。”次日一早，会议室内满无董事，气氛凝重。父亲主持道：“今天会议讨论集团继承问题。柳如烟，你先说。”我是长女，也是唯一合格的继承人，而沈晴岚她是养女，林耀东他还年轻，集团不能交给外人和小孩。他说的义正言辞，仿佛志在必得。他示意禽兽，禽兽推开笔记本，递上一份股份协议，铮铮有词。柳如烟已经得到部分董事支持，加上我的资本助力，她有过半的优势。柳如烟得意抬头看向我：“弟弟，你玩不过我们的。”我缓缓起身，把一叠文件甩到桌上。姐，禽兽，你们算来算去，算漏了一点。我将文件打开，贺氏集团战略投资协议股份转让书。从今天起，我个人持股37%，加上贺氏支持，我才是唯一控股人。全场董事席炸开了锅。柳如烟猛地起身，脸色惨白：“不可能，你什么时候？”姐，你沉迷撕逼，我在收股；你打舆论战，我在布局；你想毁掉家，我在接管家。每一句都是当众处刑。禽兽脸色僵硬，悄悄合上电脑。他玩砸了，这不可能！这辈子你凭什么得到这个地位？到现在他还不懂，凭资本，凭实力，凭你不配。父亲久久沉默，缓缓开口：“从今天起，耀东正式接管集团。”如烟，你别再挣扎了。柳如烟呆滞看着所有人，终于明白，她再也回不去了。几日后，集团总裁接任新闻发布会现场，灯光闪烁，柳如烟却又突然闯入，满脸狰狞，不知又有什么幺蛾子。别信他，林耀东不过是个毛头小子，他不配接管集团。大家看我手上资料。全场骚动，记者镜头立刻转向他。柳如烟手里拿着一叠所谓黑料，这是林耀东勾结贺氏的证据，他才是叛徒。柳如烟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才是唯一的继承人。他喊得撕心裂肺，感觉走到现在他已经彻底快疯了。我走上台，神色冷漠，把一个 U 盘插入投影。姐，你爱演戏，那我今天就给你全套舞台。柳如烟与禽兽策划造假、买通高管、伪造合同的全过程录音与监控逐条播放，全场炸裂，记者疯狂拍照。柳如烟脸色惨白，浑身颤抖。姐，你总说我是小孩，可你连最基本的收口都不会。
还是这些烂招数？我只是顺手把你的烂摊子收集起来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意识到，弟弟从来不是佛系吃瓜，而是藏刀的屠夫。父亲目光坚定，从今天起，柳如烟正式在家族出名，林家没有这个人。孩子，你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？母亲无奈流泪，柳如烟一时无法接受这个决定，歇斯底里尖叫。因为你们都偏心他，偏心万人。错了，是你自己不配做家人。保安上前，柳如烟被拖下台，她还在疯狂喊叫：“我才是林家千金，你们不能不要我。”我低头看着他无力的样子，真好笑，终于为我上辈子报仇了，爽！你要的不是千金身份，而是仇恨能让你活着。可惜姐，仇恨撑不起一个王位。这句话彻底压碎了他最后的尊严。林氏集团新任总裁就职大会，媒体长枪短炮对准会场。今天我正式宣布，林耀东接任林氏集团总裁。感谢父亲信任，但今天我不是来感谢的，我是来宣布林家从此不养蛀虫。会场爆出热烈掌声，后台禽兽悄悄收拾行李，准备离开，低声道：“没必要陪疯女人陪葬。”他刚想走，被我撞见，他愣住。禽兽，走之前记得签一下合作解约书，以后你的名字永远别和林氏挂钩。你赢了，小弟。不，你现在已经是王者了。禽兽彻底认输，这辈子让你当个穷人是对你最大的仁慈。另一边，乡下破旧出租屋，柳如烟靠在床边，手里抓着皱巴巴的报纸，看着报纸头版，林耀东登顶，林氏新总裁，喃喃道：“这本该是我的。”他满眼血丝，神情扭曲。他以为仇恨能撑起自己，结果只撑到了崩溃。大厅内，秦岚看我回家，笑着祝贺道：“恭喜我的哥哥当上总裁，你赢了。”不，这是我们在这一世赢了，这是清算，不是胜利。我俩相似一笑，他俏皮说道：“至少这一世，你终于不再佛系了。有些事忍是懦弱，不是宽容。”兄妹之间无需煽情，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一句对白。我独自来到集团大楼顶层办公室，俯瞰整座城市。这一世掌权的不是姐姐，而是弟弟。但其实我要的不只是复仇，更是想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。